减租呀？没有减，一分租金都不要，租了20年，这个主人家他也不要减，他感觉只要修。今天是带了3个师傅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因为要装修了。这是一栋不要租金的房子，被2个小伙子带着他妈妈过来租下的，租了20年，合同已经签好了。现在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算，然后把这栋房子，做一个简单的装修。其实他们也算是比较贪便宜吧。当时看这栋房子，我都告诉他们，我说虽然不要租金，但是这栋房子如果没有好好的装修一下是没有办法入住的。现在我们几个师傅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大概需要做什么。这个吊顶要全部走，全部走吊顶，每间都要走吊顶。然后这个墙要全部刷，上头的瓦我跟他讲全部翻一遍，他讲没隔那么多间。哪里漏雨搁哪里，然后像这个房间里面全部都要粉刷，那个要重新装玻璃，像这个都要重新装玻璃，车子要装玻璃，电重新给它装一个车辆给明显就行了，主要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里要开个门，走那边厨房位置去，走那边厨房位置去。他比较讲究风水，他讲到屋后头没开门，这个门就没用了。他也不堵，他就像这个样子不开，以后不用这个门，然后往这里要盖，这个位置全部要盖，盖了之后这里走个卫生间。反正那么节约，像那么走。反正能用的东西尽量没甩，全部得用，尽量节约。它是哪里那个？楼底双缝的，这个全部粉刷就行了。主要这里要走一个灯边子，要走个淋浴的洗澡的地方。主要这里，没加领子吗？没加那什么吗？对啊，我加过来嘛，不修一下嘛。砖的那里不要补了。高的是空的嘛，高头半截是空的了，空的哦。板板它就是柜子盖的嘛，这么能用啊？都可以这个。减租呀？没有减，一分租金都不要，租了20年。这个主人家他也不要减，他感觉只要修。你1年反正你要住2-3个月，你不能空，你空了漏雨了，把房子搞坏就不行。这个人他好讲话好讲话了。但是这个租房的人，他不修，他讲不好做，然后把这个墙重新捂下子。现在我们带着师傅走到厨房的位置去看一下，这边要做一个卫生间出来。上面已经是完全坍塌了，以前这边都盖的有瓦片的。背后的这块位置呢，给它延伸出来做一个卫生间，还有淋浴的地方。这个厨房的顶已经是坍塌下来了，这个要重新盖这个瓦片。以前这栋房子盖的都是本地的青瓦，现在依然是盖这种瓦片，要节省一些。这个租房的大姐也说了，尽可能少花费一点钱，但是给她初步算了一下，也要好几万呢。那大家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挺高的？虽然是免费租下来一栋房子，但是装修这栋房子也要好几万块钱。现在几个师傅就大概来算一下需要多少这个领子来盖这个屋顶。这边以前是一个厨房的位置，这里还有柴火灶的灶台。整个厨房呢要重新粉刷，重新盖这个屋顶。挑手啊，位置估计要拆了。
啊，跳首要位置，就侧那边，这边不要侧，那边这边不要侧，这个不要动，动了这个就麻烦了。这个屋顶的领子基本上全部都被雨水浸泡腐烂完了，这个都要换新的。还有这个瓦条都需要换新的。要严肃的那个。这户人家也是差不多有10年左右没在这边居住了，所以房子呢很多地方破损的是比较严重的。可以看到厨房的这块位置，基本上屋顶都已经坍塌了。这边是有个小窗户，这个我们就不去动它了，然后整个墙面重新粉刷一下就行了。包括这些碗柜啊，都是以前这户主人家用砖砌的，上面还贴了瓷砖。这个碗柜呢，应该还是可以使用的，我们也不去动它了。主要的就是这块位置要做一个卫生间出来，这边过去接近有4米左右，大概宽度呢是1.5米到1.6米。做一个卫生间完全是足够的。这栋房子它的背后是没有装这个玻璃的窗户，只是装好了防盗窗。这个呢也要重新装玻璃，要不然冬天在这边居住啊，吹着风是挺冷的。因为他钱没到位，你给他给那么多，我刚捡过吧，要2000多块钱。哎，他讲太贵了，漏哪里补哪里，我讲漏哪里补哪里就行了。然后这个位置，这个要重新打磨，把这个重新磨走了，磨走了重新上下漆。这个窗户就不要动了，玻璃烂就烂玻璃了。这个位置黑黑的刮走了之后再刮下白就行了，那边的不要刮了，再刮大门口最多。这个大门全部要打磨了，你们看知道要带什么工具就带什么工具，这大门全部重新打磨。上下漆，先把那屋顶做好了之后，把这吊顶做了一点泥巴要给它看下子，拖点沙子帮它给看下子。还要带个梯子了，你才哪里上路？你要带哪个来嘛？那他那里有个。其实昨天房主晚上是给了我们打了一个电话，房主也说了，这栋房子租给他的时间太长了，20年。自己都回不来了，以后年纪也大了。房主其实他是有个顾虑的，他说不要1分钱的租金，但是如果中途这个人住了10年之后，他们家想回来收回这套房子，合同里面写了一条，如果中途违约的话，这个房主是要赔偿他这个装修的费用。比如说他现在给我2.6万的装修，到时候如果没住满20年，房东要收回这栋房子，那需要补偿给这个居住在这里的人。所以昨天房东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你们在装修的时候尽可能的别花太多的钱了啊，如果花太多的钱，花了个10多万20万，最后我要回来我还要给他补偿钱，这个就亏大了。所以说房主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想让别人免费给他装修这套房子，但是呢又不想让这个租的人花太多的钱，他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所以就挺矛盾的。那现在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装修，边做边看，然后两边呢我们都要协调好，才能够照顾两边的感受。这个租的人呢肯定想装修好一点，住着舒服，但是这个主人家呢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，毕竟以后如果突然要回来的话，那这个损失完全要这个原房主自己来负责了。住在这边的这户人家呢，他们最看重的就是门前这边的视野特别好，因为在山里面嘛，植被呢也是特别的丰富，整个大山呢里面的野味特别多，山珍嘛，这段时间山里面都长蘑菇了。其实门前呢还有一条小河，常年呢都流着水，里面小鱼小虾也是挺多的。门口这一片
稻田呢，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在这边耕种了。整个寨子呢，也就10多户人家，好多啊都搬出去了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600多米，距离镇上有1.5公里，距离县城倒是挺远的，接近有40公里左右。其实这边进出倒是挺方便。住在这边的这户人家呢，他儿子平时是很少过来的，就是他妈妈在这边租住。他说买个电瓶车，然后停在院子里面，平时出行的话到镇上去买点东西就行了。最后还是想问问大家，对于这样一栋不要租金的房子，但是要花好几万去装修，是你愿意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拜拜。